1979年3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英国人，他叫麦理浩，1.8米多的大个子，是当时英国派去管香港的最高长官。说白了，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英国人的地盘。麦理浩就是英国派来的香港一把手，已经管了8年。那他大老远跑来北京干什么？因为有件大事，英国人坐不住了。100多年前，清末政府不行了，被英国人逼着签了一份合同，把香港的一大块地租给英国99年。这个99年到1997年就到期了。合同到期了，香港是还还是不还？怎么还？还多少？英国人想留下来继续管，行不行？这就是麦理浩跑来北京要问的事。但他不敢直接问，他打算从一些土地租约的小问题入手，试探邓小平的态度。站在他面前的是个1.5米几的小老头，邓小平。那时候中国真正说了算的人，两个人差了将近30公分。会谈谈了2个多小时，气氛挺客气。但走到门口要散场的时候，邓小平突然停下来，做了个手势，把麦理浩招到身边，示意有话对他说。麦理浩由于太高，所以必须弯下腰。邓小平凑到他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你如果觉得管香港难，那你来管管中国试试。这句话记录在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里，他是这本书的作者，是国际公认研究邓小平最权威的学者。这话听着像开玩笑，其实是句威胁，意思是你那点麻烦算什么？香港早晚是我的，你别想跟我谈条件。麦理浩听懂了，他从北京飞回香港，第一时间开了记者会，香港的记者全围上来，问他北京到底谈了什么。麦理浩对着所有的话筒只说了一句，邓小平说，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邓公保证香港没事，股市大涨。香港人那一天是高兴的，但麦理浩没说，邓小平已经明确告诉他，1997年香港必须还，没得商量。他也没说，邓小平在他耳边说过那句来管管中国试试。回到香港之后，他还悄悄做了一件事，他本来打算让香港人选自己的代表，搞点民主。这个计划他亲手收进了抽屉。为什么做这件事？按照他自己留下的解释，避免触动中方神经，也就是怕得罪北京。讲到这里，你心里应该有一堆问号了。邓小平为什么这么硬，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留？麦理浩明明知道真相，为什么要骗自己治下的香港人？要把这2件事说清楚，先要补一个背景。很多人以为整个香港都是租给英国的，其实不是。香港一共有3块地，租给英国的不只是最大的那块新界，还包括周边大量离岛。另外2块，香港岛和九龙，是清政府当年永久送给英国的，按合同不用还。但问题是，这3块地早就连成一片了。香港岛和九龙的水电粮食生活全都靠新界，新界一还，剩下2块根本独立不了。所以从英国人的角度，1997年到了，整个香港只能跟着一起还。这就是为什么1979年这一年麦理浩坐不住了，要跑去北京，因为距离1997年只剩18年。英国外交部内部其实早就做过研究，研究的结论很清楚，香港留不住。但他们不能直接跟邓小平开口，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回去，一开口就输了。所以他们想了个聪明的办法，派麦理浩假装只是去谈一些土地租约的小问题，投石问路，看看邓小平的态度。然后他们就被邓小平那一句耳语砸懵了。那邓小平这边呢？邓小平那一年74岁，刚从政治斗争里活下来，复出还不到2年。他身上压着2个东西，第一个面子。清政府100多年前签下那些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耻辱。每个中国领导人都怕变成现代李鸿章。李鸿章就是当年代表清政府签字割地的人，被骂了100年。邓小平自己说过一句话，如果到了1997年还收不回香港，那我们这些人就变成了李鸿章。全国人民不答应，收回香港对邓小平来说不是政策问题，是政治生死问题。第二个更深层，台湾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邓小平搞的那一套一国两制，最早不是为了香港，是为了台湾。台湾问题更难，武力打不下来，美国会插手，怎么办？邓小平的算盘是先拿香港做个样子，让台湾人看一看，你们看我对香港多客气，资本主义照样搞，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啊，你们也来吧，待遇一样。所以香港从一开始就是做给台湾看的样板。那麦理浩为什么不告诉香港人真相呢？这就是他的两难。他要是老老实实回到香港说，邓小平已经决定1997年全部收回，没得商量，香港会发生什么？恐慌，资金外逃，金融和社会
就会先崩盘。而且更狠的是，他要是把话公开说出去，等于给了北京一个借口。你看，是英国人故意在制造香港的不稳定，北京就可以提前出手，所以他选择了说谎，只转达一句最安全的。邓小平说，请投资者放心，然后悄悄把民主改革的计划收进抽屉，因为如果搞了民主，让香港人自己选自己的代表，北京会更加警惕。麦理浩怕北京一不高兴提前动手，这件事是麦理浩自己留下的官方记录，港英政府的内部文件解密之后全部公开。因为英国法律规定，很多政府档案会在约30年后解密公开，全部白纸黑字挂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官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去查。所以他为了稳住香港，亲手把香港人能保护自己的最后机会掐死了。这件事的代价比当时所有人想象的都大。当时的香港民主改革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让香港人能自己选自己的官，香港人管香港人，也就是香港政府，以后由香港民意决定。这件事如果当时搞成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无论中国还是英国想动香港，都得先问一问香港人自己同意不同意。意味着香港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合法的、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声音。意味着香港人不再是大国谈判桌上的一盘菜，而是桌上的一个代表人。但麦理浩为了不得罪北京，亲手把这个机会按死了。从那一刻起，香港的命运就被两个国家在闭门会议里决定。香港人坐在自家客厅里，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这是麦理浩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也是后来香港所有悲剧的起点。香港人当时不知道，香港人那一年还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一颗炸弹已经在远处的海面上点燃了引信。麦理浩按下不说的那3年，世界变了。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突然攻占了马岛，一群英国控制的岛屿在南大西洋，英国人炸了。撒切尔夫人这个出身杂货铺的英国女首相拍板开战，英国跨越13000公里，从大西洋这一头打到那一头，74天，阿根廷投降。这是大英帝国2战之后第一次靠武力赢下一场战争。撒切尔一夜成神，国内民调暴涨，国际地位一举翻盘，他那个之前摇摇欲坠的政府瞬间稳如泰山。他得了一个外号铁娘子。战争胜利2个多月后，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的飞机降落在北京，他带着马岛胜利的余威，按当时中方代表团成员周兰的原话说，携着战胜阿根廷之余威来的。他的目的很明确，跟邓小平谈香港。他想谈出什么？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里亲笔写下了一句话，这本书是他下台之后1993年公开出版的。我们想要的是在1997年后，英国人能够继续治理香港。翻译一下，他想让英国继续管香港。1997年到了，也继续管。他甚至想过，如果谈不成，就照马岛那一套来派军队过去打。他也想清楚了开口的策略，叫主权换治权。什么意思？主权，香港我承认是你中国的，但管理这件事请英国继续干。说白了就是名义上我把房产证给你，但你继续把这房子租给我，让我接着住。撒切尔觉得这是个聪明的方案，一个面子和里子都顾到的方案。他忘了，他对面坐的不是阿根廷的加尔铁里将军。1982年9月24日上午9点，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撒切尔走进去的时候，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状态很放松。撒切尔正襟危坐，双手平放在膝上。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就先发制人，打出了他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他说，100多年前清政府跟英国签的那3份合同，白纸黑字，是合法有效的，中国不能单方面撕毁。潜台词，香港的主权从法律上讲本来就是英国的，你想要回去没那么容易。邓小平听完，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收回香港。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跟我讲合同，我现在就可以派军队过去，今天下午之前就把香港变回中国领土。我之所以还坐在这里跟你谈，是给你面子。但邓小平的威胁还没完，他接着补了一句话，当着撒切尔的面点名了一家英国银行汇丰。邓小平的意思是，如果在过渡期里，汇丰这种英国控制的银行敢出来搞乱香港，比如故意搞垮港币，中国不会等到1997年中国可以提前出手。这句话被记录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2013年解密之后才被公开。他突然意识到，邓小平不是在跟他讨论香港，他是在告诉他，他可以随时把英国在香港的财产和银行全部毁掉，
撒切尔当场愣住了。他在伦敦准备的所有外交辞令在这一秒全部失效。更狠的还在后面，撒切尔不甘心，又抛出了他的杀招，威胁他说，如果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潜台词，你要是真敢动，香港的金融、经济、信心全部崩溃。邓小平不为所动，直接顶了回去。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带来灾难性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翻译，你想吓我没用，再灾难也是中国的事，跟你英国没关系了。更要命的，邓小平接着加了一句，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这句话听着客气，意思非常重。另作考虑时间是什么？不等1997年了，提前出手。另作考虑方式是什么？和平交还可以，直接派兵进去也可以。撒切尔听懂了。会谈持续了2个半小时，气氛降到了冰点。走出福建厅的时候，撒切尔脸色凝重，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这是在场的中方代表周南记下的原话。落寞就是失魂落魄，像被打败了一样。当他要走下大会堂北门外那一段石阶时，台阶很高，他穿着高跟鞋，走到一半，他想给守在下面的记者一个微笑，让自己显得镇定。那一瞬间，他的高跟鞋绊到了石阶，身体失去平衡，砰的一声，他栽倒在石阶上，皮鞋飞了一只，手提包甩了出去。香港电视台当晚把这一摔的画面反反复复地播。当晚回到大使馆，撒切尔对柯立达抱怨，邓小平真残酷啊。这是他私下的心理活动，被记录在唐宁街岁月里。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对身边的人说，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这句话来自每日电讯报。2个国家的领导人那一晚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但他们的争吵香港人从来没听见过，因为他们吵的不是香港人的命运，是各自要怎么收场。后来很多人说，那一摔的不是撒切尔，摔的是大英帝国。撒切尔自己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摔只是开始。接下来的2年里，摔倒的次数多的是，只不过那些摔倒不是发生在台阶上，是发生在谈判桌上。回到伦敦之后，撒切尔做的第一件事，召集内阁，认真讨论了他访华前就在考虑的方案，对中国动武。他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不牵制，包括军事手段。国防部给他做了一份报告，报告的结论只有3个字，打不赢。中国不是阿根廷，中国就在香港隔壁，1个下午就能派军队过去。英国本土到香港1万多公里，等英军赶到，香港早被占了。更要命的，香港的水、电、粮食、淡水基本上全部从中国内地运进来，中国甚至不用打你，只要把水龙头一关，香港人3天就要喝海水了。撒切尔被这个事实打懵了，他的马岛模式在邓小平面前完全不成立，他只剩下一条路，继续谈判。1982年10月，谈判正式开始。英国派出的代表是驻华大使柯立达，一个标准的中国通，在中国待了几十年，会讲中文。撒切尔在伦敦后方坐镇。第一阶段谈了9个月，英国一直坚持那个所谓的聪明方案，主权换治权，被中国一次又一次扔回来。中方代表周南后来回忆，他们对柯立达说的话是，你们这是想用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3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意思就是你想换汤不换药，我们看穿了。谈了9个月，零进展。英国人开始着急了，为什么？因为邓小平给的最后期限是1984年9月，2年内必须谈完，否则中国单方面宣布收回。时间在中国手里。更要命的是，1983年9月，香港人自己先慌了，流言满天飞，说英国可能真的保不住香港，港币1天之内暴跌 13%。1983年9月24日，香港人叫它黑色星期六。香港超市出现抢米抢油的恐慌，市民冲进银行换美元，香港的金融系统差一点崩盘。这恰恰是撒切尔最害怕的事情。他带着马岛余威来北京，最初的算盘就是保住香港的繁荣。结果谈着谈着，香港自己先要崩了。撒切尔意识到，再硬下去，香港会先垮。1983年10月，撒切尔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亲笔给中国总理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英国愿意接受整个香港的主权，全部回归中国。什么概念？这是英国硬撑了1整年的主权换治权立场，自己亲手推翻。英国人在内部会议上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再不让，香港就完了，让一步，至少能在管理细节上跟中国讨价还价。中国一看到信，立刻同意进入新一轮谈判。
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14个月里，中英双方进行了22轮谈判。这22轮在谈什么？不是在谈主权，主权英国已经输掉了，谈的是细节。1997年之后，香港怎么管，驻不驻军，法律怎么改，香港人有没有英国国籍等等，每一个细节，英国都是从一个让步走向下一个让步。中方代表周兰，这是当年真正坐在邓小平对面的人，后来在自己的口述史里说过一句话，特别准，不是我们强势，是英国人已经没有底牌了。而且这22轮谈判桌上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点，香港人没有一个坐在那张桌子上。1982年12月，英国其实提过一个建议，让香港作为第三方参与谈判，中英港三家一起谈。英国把这个比喻成三脚凳，三条腿才稳，中方当场拒绝。到了1984年6月，香港行政局2位议员钟世元和邓莲如以个人身份到了北京，想见邓小平。邓小平接见了他们，但开口第一句话就把话说死，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京。翻译成大白话，香港人没资格上桌，要来只能以个人身份来听一下。钟世元后来回忆这件事，用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听得懂的比喻，那不是等于盲婚吗？盲婚的意思就是婚事早就被定下来了，而香港人就像被父母安排婚事的新娘，连自己愿不愿意嫁都没有选择的资格，只能被迫同意。更残酷的事实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后来在回忆录里亲口承认了拒绝三脚凳的真正原因。中方假定香港政界若参与谈判，将一边倒支持英方立场，也就是说，中方怕香港人开口，因为他们知道香港人开口一定不会跟着中方走，所以从一开始，香港人就被关在了那扇门外。而英国呢？英国也没真心争取过。撒切尔提了一下三脚凳，被拒绝之后没有继续坚持。为什么？因为英国也想维持我才是唯一代表的话语权，让香港人独立发声，对英国谈判也没好处。所以两个国家在这一件事上达成了惊人的默契，一起把540万香港人关在了那扇门外。而这还不是最残酷的真相，真正残酷的真相是英国人心里的那本账。他们不只是不为香港人争，他们打心底里根本不觉得自己亏欠过香港什么。我给你看一份当时英国档案解封的记录。1982年4月，撒切尔访华前5个月，英国前首相希斯，这是英国上一任首相，专门被派到北京去见邓小平打前站的，和邓小平见过一面。片战争后，清政府不仅向英国支付赔款，还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那155年的关税转口贸易，汇丰、渣打、太古、颐和这些英资财团赚了1个半世纪的钱是什么？那英国官方文件自己写过的，香港是英国下金蛋的鹅，这又是什么？英国前首相希斯竟然说英国从香港什么都没得到，这不是事实，这是颠倒黑白。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后面那一句英国管香港是为了中国，也是为全人类，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我们这155年都是在做好事，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呢？这是希斯给撒切尔留下的谈判暗示，也是后来主权换治权那个聪明方案的心理铺垫。这就是英国精英层面的真实心态，而这种心态不是希斯一个人的，是整个英国精英阶层从首相到大使的共识。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明白英国接下来要做的事。没有底牌的英国人剩下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想办法给香港人留一份后事。什么意思？英国人知道香港要还已经定了，但他们还想做一件事，让中国白纸黑字写下来1997年之后50年内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英国人争取的是给香港留一份保险单，所以中英联合声明最后写下来的内容核心就是英国同意1997年交还香港，中国则承诺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也就是说，这份给香港的保障合同2047年到期。但你以为英国人争这些条款是为了香港人吗？不全是。英国人心里很清楚，他们的首席代表柯立达自己都在密电里写过，对面那群人不会守承诺，也就是说中共高层肯定会背信弃义。那为什么还要争？为了英国自己的体面，为了让英国从香港撤退的时候不至于太难看，为了让国际社会，让英国国内，让历史书将来回头看的时候不会说英国卖了香港。
英国人需要这些字白纸黑字的挂在那里，将来中国撕掉了，那是中国背信弃义，不是英国办事不力，英国就可以摊手，看我们当年是给香港争了的。而且英国人在这件事上还藏着一个让人寒心的细节，在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之后，英国给了香港人一份礼物，一本英国护照，目的在于堵住天下人对英国的骂名。这本护照有个名字叫 BNO， 全名是英国海外国民，听起来很不错，大英帝国的护照。但是这本护照不能让你去英国住，不能让你去英国工作和念书，你拿着这本英国护照到了伦敦的机场也只是个游客。说白了，这就是一本看着像英国护照，其实什么都不是的二等证件。但最狠的对比还在后面，就在1983年，就在跟中国谈判香港的同一年，英国跟阿根廷打了马岛战争。马岛上有多少人？大概2000人。战争一结束，撒切尔做了什么？他给马岛上每一个人，所有2000人完整的英国公民身份，可以去英国住，可以去英国工作，跟本土英国人的所有权益一模一样。而香港呢，当时540万人，比马岛多2700倍。英国给的是一本象征英国身份的二等护照，所以你看，英国人嘴上说着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才从中共那里争取到保护香港人的50年。实际上，他们连一本真正的英国护照都不肯给香港人，他们要的从来不是真的50年，他们要的是一份能让自己问心无愧的撤退证明。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草签，看上去英国真的撤了，但是英国真的是撤退了吗？我给你看几个数字。1984年签字之前8个月，香港最大的英资财团之一怡和洋行抢先一步把公司注册地从香港搬到了百慕大。1985年，英国在香港中环建了一栋大楼，当时全世界最贵的建筑，花了52亿港币。这栋大楼有一个秘密，它在建造的时候就做好了可以随时拆卸运走的准备，像乐高积木一样，可以拆可以搬。英国人在用真金白银告诉你，他们什么时候想走，什么时候就能走。1993年，香港第一大银行汇丰把总部正式搬到了伦敦。表面看，英国资本撤了，但是2019年，香港回归22年之后，汇丰一年的全球利润 90% 来自亚洲，核心利润来源还是香港。所以，英国撤退了吗？法律上撤了，身体上撤了，总部撤了，但是钱包没撤，生意和利润没撤。英国从香港赚的钱，回归之后比回归之前还多，因为他们摸清楚了一件事，香港信不信英国对赚钱没有影响，只要香港继续讲英语，继续用普通法，继续是国际金融中心，英资就能继续在这里吃饭。而这件事，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里亲手保证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不是单方面的出卖，这是一笔交易。邓小平拿到了主权，拿到了给台湾看的样板，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邓在香港搞一国两制，深层原因是为了将来统一台湾做铺垫，做给台湾人看的。同时，英国也拿到了体面的撤退，拿到了继续赚钱的特权，两个国家都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从来没坐上那张桌子的540万香港人。而这笔交易正式落地的那一天很快就到了。1984年12月19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撒切尔再次走进了那个让他跌倒过的大会堂。这次他笑容满面地跟邓小平握手，桌子上摆着2份红色封面的协议书，两个人各拿出一支黑色钢笔签字。签完握手，闪光灯响成一片。那一刻，全世界的报纸都在用同一个词形容这一幕历史性时刻。香港人当时也守在电视机前看着，很多人哭了，但是他们流的眼泪是感动的眼泪。他们觉得这一纸协议保住了香港未来50年的自由和繁荣。他们当时不知道，那个签字仪式上，邓小平和撒切尔脸上的笑容，意思跟他们想的不一样。而且那张被全世界拍下来的签字照片里，藏着一个细节，真正在合同上签字的中方代表不是邓小平，是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总理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中国政府的大管家，管经济、管外交、管民生这些日常的事。听起来是个很大的官，但在中国，总理头上还有更大的官管着他。邓小平站在他身后，笑着拍手。为什么不是邓小平本人签？因为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总理，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他唯一的正式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管军队的。但所有重大的事都是他拍板，这是邓小平惯用的一招，
表面上让别人签字，出面负责，真正做主的人站在后面。好处是什么？决定是我做的，但合同上没有我的名字。将来这件事如果出问题，签字的人去扛，我可以转身就走。而那个替他签字的赵子阳，5年之后，1989年6四的时候，因为同情学生，反对开枪，被邓小平亲手拿下。从那一天起，赵子阳被软禁在家里，整整15年没出过家门一步。2005年在软禁中去世。当年那个替邓小平在合同上签字的人，自己也被邓小平抛弃了。而邓小平呢，他活到了1997年2月，在香港回归前的4个月去世。从合同签字到他去世将近13年，他从来没在任何一份关于香港的法律文件上留下过自己的笔记。而那一天，1984年12月19日的签字仪式上，有3个人坐在桌边。赵子阳不知道5年后等待自己的命运，撒切尔不知道他签下的合同将来会被习近平撕掉，而540万守在电视机前流眼泪的香港人更不知道，就在这场签字之前的2年里，谈判桌底下还藏着一段话。这段话躺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被锁了将近30年，直到2013年按英国30年解密的规定才被公开。里面有一段是英国驻华大使柯立达，就是22轮谈判里坐在邓小平对面那个人，亲笔写给撒切尔本人的密电。原文是英文，翻译过来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对面坐着的那群中国领导人是一群无可救药、无法教化的人，他们是一群观点僵化的老人，被教条和民族主义蒙住了眼睛，他们对香港这样的地方到底怎么运作一无所知。这是英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亲口写下的对中国领导人的真实评价。这段话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的侮辱性，而在于如果柯立达心里这样想，那就意味着他知道中国不会守承诺，如果他们强行干预香港的治理，一定会让香港失去繁荣和自由。所以给香港完整的50年自由，他知道1984年那个签字仪式上的笑容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但他还是签了。为什么？因为英国此时已经没得选，再不签，中国就要单方面收回，要保住伦敦在香港的最后一点经济利益，就只能签一份自己都不相信的协议。英国人的算盘很简单，先签字再撤退，撤退之后的事就跟英国没关系了。而桌子的另一边还坐着一个人，邓小平。邓小平承诺的为什么是50年，不是10年、20年，不是永久，偏偏是50年？你以为这是邓小平送给香港人的礼物吗？肯定不是。这件事邓小平自己在他公开发表的《邓小平文选》里白纸黑字写过。1988年6月，邓小平会见一位日本朋友，对方问他，你们为什么要给香港50年？邓小平的回答原话是这样的：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这是邓小平自己的话，我把这段话翻译成所有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50年不是给香港人的承诺，是给中国自己的时间表。50年是中国发展起来所需要的时间，50年是中国搞定台湾所需要的时间。香港在这个公式里是什么？是工具，是一个让中国在50年里有钱赚、有窗口、能借力的地方，更是一个让中国可以指责说，你看我对香港多客气，资本主义照样搞得展示柜，给谁看？给台湾看。50年到了之后呢，按邓小平的算盘，到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发达起来了，不需要香港这个窗口了。到那个时候，台湾要么已经被统一，要么不需要再演给台湾看了。到那个时候，香港已经没用了。现在你明白了。1984年12月19日那个签字仪式上，邓小平知道他承诺的50年是中国自己的时间表。撒切尔知道他在回忆录里亲笔写过，英国想要的是1997年之后继续管香港，这个目标他没达到。他签的是一份英国体面退场的协议，也是伦敦今后在香港为数不多的利益保障。柯立达知道他在密电里亲口承认对面坐着的这群人不会守承诺，全世界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是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流着眼泪鼓掌的540万香港人。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哭，当很多人还在电视机前流眼泪的时候，已经有人在悄悄收拾行李了。1984年签字，1997年交接给中国，中间隔了13年，这13年
是留给香港人慢慢过渡的时间，做好选择和准备，因为马上要换一个国家来管香港。但合同上签字的是中方和英方，真正要过日子的是香港人，而一部分香港人从一开始就没相信过这份合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出现了一个新词，太空人。不是真的上太空，是说一家人分两半住，爸爸留在香港赚钱，妈妈带着孩子搬去加拿大或澳洲，一年飞几趟见面，听起来挺自由，其实是一家人被硬生生掰开，很多家庭就这么熬散了。爸爸错过孩子整个童年，妈妈一个人在国外撑着家，就为了给孩子留一条以后能逃的路。这些家庭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很多就是1949年从中国内地逃到香港的那批人。1949年发生了什么？共产党在中国内地打赢了内战，建立了新中国，超过100万中国内地人不愿意留在共产党手底下过日子的人，有做生意的，有读书人，也有什么都没有的普通老百姓，一路往南逃，逃到了当时归英国人管的香港。这是第一波大的逃港潮，但这不是最后一次。到了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开始，很多人开始被批评、被整，很多人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很难过，就有一批人往香港跑。然后1962年大饥荒刚过去，这一波逃港人数特别多，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次。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活命。他们翻山游水躲边防，只要能跨过那条分开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线，就算捡回一条命。到了1978年至1979年，又来了一波。那时候中国内地很多地方还是很穷，而香港已经很发达了。两边一对比，很多人就一个想法，过去好日子才有希望。所以这几代香港人是听着父母讲逃跑故事长大的。共产党到底是什么德行，底色是怎么样，他们家里的老人最清楚，从小讲给小孩听，中共忽悠不了他们。而让香港人彻底睡不着觉的那一夜，是1989年6月4号。那一夜，北京发生了一件震动全世界的事，学生和市民持续多日的抗议，后来越来越多地指向反腐、自由和民主。政府最终派军队进城，用武力清场，枪声、坦克、死伤，彻底改变了很多香港人对1997年回归中国内地的想象。然后消息传到香港，整座城市都安静不下来。其实早在6四发生前5月的时候，香港人就已经为北京的学生上过街了，100万人。6四那一夜之后，本来还犹豫要不要离开香港的人，也彻底下了决心离开，移民潮就爆发式增长。1980年代后期到1997年前，超过50万香港人离开了香港。这是什么概念？当时香港总人口大约500-600万人，算下来差不多每12个人里就有一个走了。你想象一下，你住的那栋楼12户邻居搬走了一户，整栋楼一直在搬家具下楼的声音。走的人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企业主，他们没等到1997年，很多香港人已经用脚提前投了票。那国际社会呢？他们怎么看这件事？中共和英国在桌子上瓜分了香港人的命运，这件事是不是只有我君与蓝才这么看？当然不是。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美国 CNN 在自己的官方报道里报道了这样一句话：香港人不是会谈的参与方，也没有就最终决定被征询过意见，而这个决定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未来和自由。这是英语世界主流媒体的官方叙事，不是我说的，是美国 CNN 自己说的。香港被2个国家在闭门会议里卖掉这件事，不是阴谋论，是国际共识。但讲到这里，肯定有人不服气。香港今天这个样子，跟邓小平有什么关系？这不都是习近平搞的吗？这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而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可能会颠覆你的看法。习近平只是邓小平剧本的执行者。习近平第一次走上中国最高位置是2012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然后201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距离1984年签字过了28年，距离1997年香港回归过了15年，距离2047年50年合同到期还剩35年。这35年里的前7年，他几乎没碰过香港。香港人继续游行，继续批评政府，继续买中国内地禁书，一切看上去都还是邓小平当年承诺的样子。2014年，香港人撑着雨伞在街头坐了79天，要邓小平当年答应过他们的事，让香港人自己投票选自己的官。习近平的回答是2个字：不行。但他没有撕中英联合声明。
他在等，等到2019年。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在这之前，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是没有引渡安排的，两边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一旦这条法律通过开始实行，人就有可能从香港被带走，送到中国内地去受审。而中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和香港差别很大，比如案件处理方式、审判公开程度、律师参与的空间都不一样。也正因为这种差异，很多人开始担心，一旦被带走，自己还能不能得到原来那样的法律保障。这条法律的简单理解就是，中共随便说你犯了罪，香港就要把你送去中国内地受审，用中国内地的法律，中国内地的法官。很多人觉得根本得不到公平审判。换言之，这条法律一旦通过，香港的司法独立就没了。什么叫司法独立？说白了，香港的事由香港的法院判，北京管不着。这是邓小平当年在合同里亲口承诺的，是香港最重要的一道护身符。这条法律一通过，这道护身符就没了，北京随时可以伸手进香港抓人。所以香港人从来没这么坚决过。同年2019年6月16日是香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的游行，从早上走到晚上，地铁站被人塞满，公交车开不动，整个港岛中环到铜锣湾全部瘫痪。一个老奶奶举着纸板，上面只写了一行字：保护我们的孙子。活动主办方称，近200万人走上街头。香港当年总人口约730万，接近1/3的人都站到了街上。这场抗议活动有个名字，叫反送中，意思是反对把人送到中国内地受审。抗议持续了大半年，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很多都是香港的画面。香港政府于是顶不住了。2019年9月4日，香港的最高负责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2019年10月23日，立法会完成程序修订，草案正式撤回生效。看起来香港人赢了，但其实没有，因为香港人那时候已经不只是要求撤回这一条法律，他们提出了5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释放被抓的人并撤销被指控的罪名，独立调查警察暴力，不把抗议定性为暴动，还有最关键的一条，双普选，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也就是香港人自己投票选自己的官。而撤回逃犯条例只满足了5大诉求里的1条，其他4条北京1条都不答应，所以抗议没有停。而北京也看清楚了一件事，让一步没用，香港人要的不是这一条法律，要的是真正的自治。习近平的耐心到此为止。所以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没有再跟香港人商量，直接通过了一部法律，叫港区国安法。不用香港人投票，不用香港立法会通过，直接生效。法律直接告诉你，这些事情做了就是犯法。比如支持港独犯法，批评政府犯法，跟外国组织有联系也可以犯法。国安法实施后，已经令大量社运人士、新闻工作者、政治人物被捕入狱，最重的可判终身监禁。还有一点很关键，逃犯条例是把人送去中国内地受审，国安法呢，表面上大部分案件在香港审，但法官是由行政长官亲自指定的，不是普通投票或抽签。而行政长官本身就是北京认可的人，所以虽然地点在香港，背后谁说了算，大家心里清楚。而且如果北京觉得你这个案件敏感，可以直接把你拉去中国内地，中国内地法律和法官没有陪审团，整个过程你几乎没有选择。也就是说，中共想怎么判你就怎么判你，因为他们就是法律。所以为什么港区国安法这部法律一出来，全世界都说香港死了？因为他一刀砍断了中英联合声明最核心的承诺，香港人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司法独立，所有都没了。邓小平当年用来安抚香港人的所有承诺，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从2019年反送中开始，到2020年7月，也就是国安法落地之前，香港警察累计逮捕了超过1万人。这1万人里，绝大多数是主动站出来抗议的普通香港人，他们知道会被抓，还是站出来了。国安法落地之后，又有几百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单独抓走。这些人里有学生，有教师，有律师，有立法会议员，还有整个苹果日报的编辑部。苹果日报，香港最大的反对派报纸，被一锅端。2021年6月关门，创办人黎智英2020年12月被关进监狱。2026年2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判他20年监禁，判刑时他已经高龄78岁。国际人权组织把这20年称为变相的死刑。从国安法落地那一刻开始，全世界就看清楚了一件事，那份中英联合声明从来不是真的。但是
这里你必须看清楚一件事，习近平做错的不是动手，按邓小平自己写在邓小平文选里的算盘，50年是给中国发展时间，给台湾看戏的时间。如果按这个算盘走，香港应该慢慢被收回去，让台湾继续相信一国两制是真的，让世界继续相信中国守承诺。到了2047年，合同自动到期，自然作废，那才是邓小平的剧本。但习近平等不及了，他在合同还剩27年的时候，亲手把那份中英联合声明撕了。香港慢慢变得和中国内地没什么区别，大家明确感觉到香港已死。但是香港的死，习近平不是源头，他只是加速器。香港的死亡日期，1984年签下中英联合声明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好了。换言之，香港早晚都是死，只是习近平提前了，从2047年提前到了2020年。于是香港出现了第二波移民潮，这一次和1980年代那一波不一样了。1980年代走的人办了外国护照，很多人后来又回到香港继续生活，他们心里还赌着一件事，也许中国会守承诺。2020年之后走的人没有这份赌注了，而英国眼看着自己1984年签下的合同，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中国当面撕掉，国际上脸挂不住了。撕合同的是中国，但当年和中国一起签字的是英国，这份合同上有英国首相的亲笔签名，也有英国外交部部长的亲笔签名，英国人叫他外交大臣。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合同，他在联合国挂了号，全世界都承认，哪个国家敢撕这种合同，全世界都看在眼里，这是对国际信誉价值极大的摧毁。现在中国当面撕了，如果英国一声不吭，等于全世界都看到了英国签过的字可以被人随便撕，英国不会管，以后还有谁会跟英国签条约，有重大合作交易来往。于是英国也在这个节点做出回应，2021年开放 BNO 签证，全民是英国海外国民。这一次它不再只是一本象征性的护照，而是一条真正可以离开香港的路。不过这条路并不是对所有香港人开放，它主要面向的是在1997年前登记过 BNO 身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BNO 持有人和家属可以去英国居住、工作、读书，并逐步走向永居和英国公民身份，但是它依然还不是马岛人当年那种一步到位的完整身份，但已经足够改变香港人的人生轨迹。短短几年，10几万香港人通过这条路去了英国，还有几万人分散去了加拿大、澳洲、台湾。第一波走的人心里都留着一条退路，大不了几年后回来，香港也许还是那个香港。第二波走的人没有退路，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已经看清楚了，那个人回去的香港死了，而留下来的那个香港从此一年比一年沉默。2024年3月19日，沉默被再次打破，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一部新法律，叫《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简称23条。立法会就是替香港人写法律、监督政府的地方，一共90个议员。那一天投票，正好有一个议员的位置空着，剩下89个人全部举手赞成，0票反对。23条从政府提出来到立法会通过只用了11天。这部法律比2020年的国安法更狠，持有一本批评中国政府的书可以判刑数年。在伦敦的咖啡馆里骂一句习近平，只要你有香港身份，回香港落地就可能被抓。这部法律的管辖范围是全世界的香港人。英国最后一任的香港总督叫彭定康，那一天说了一句话，香港的人权和法律已经躺进棺材了。这部新法律又往棺材上多钉了一枚长钉子，但钉子还在一颗一颗的继续往里钉。当时香港有一个组织，每年给新闻自由打分，满分100分，分数越高越自由。2024年的分数跌到了25分，是这个分数从有记录以来最低的一次。2025年12月7日，香港人又去投票，选下一届的立法会议员，一共90个位置。但这一次，候选人名单一公布，所有香港人都傻了，90个位置，没有一个反对派的人参选。为什么？因为政府先做了一道爱国者考试，不够爱中共的人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不是反对派输了，是反对派整个被踢出局了。那一天，多少香港人去投票？31.9%，也就是说10个香港人里有大约7个人根本没去。香港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这场选举我们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承认。到了2026年的今天，
香港有一个公园叫维多利亚公园，以前每年6月4号晚上，几万香港人会聚在那里点蜡烛，纪念1989年北京6四死去的那些人。从2020年开始，公园里再也没亮过蜡烛，今年是第6年了。从那之后到今天，大批香港人收拾行李，忍痛离开了这座他们生活了很久的城市。光是通过英国 BNO 签证抵达英国的人，到2026年已经超过17万。如果再加上去加拿大、澳洲、台湾和其他地方的人，外流规模已经是几十年来最明显的一次。而这一切都要回到1984年的那张桌子上。中国和英国在那张桌子上签下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了540万香港人接下来的命运，但桌子边上却没有一个香港人。视频到这里，我想对屏幕前的观众们说，这不只是香港人的血泪故事。1984年那张桌子上540万香港人没有一票，谁有票？2个国家，2个领导人，他们坐下来签了张纸，香港人的命运被定了。那中国内地人呢？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吗？显然也不是。表面上支持中共的中国人很多，但也仅仅是表面上。中国网络上有句话，骂美国是工作，去美国是生活。还有人开玩笑说，要是中美真的自由迁徙，美国根本不用打中国，中共自己就得倒，因为人都跑光了。中共民心已失，他今天还能站在那里，靠的是暴力和谎言，继续强撑着不倒。但是专制从来不会永远存在。苏联撑了74年，东德撑了40年，萨达姆撑了24年，卡扎菲撑了42年。而中国自己的王朝，从秦朝到清朝，没有一个王朝能千秋万代，永远不倒。这不是预言，这是历史规律，更是天道。所以当中共快要倒台的时候，中国内地人要做的事是向香港人学习。学什么？学他们明知道可能会输，还是勇敢站出来。因为民主和自由从来不是别人给的，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更不是哪个领导强人。良心发现，民主和自由只能靠自己争。香港人用惨痛的代价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指望别人保护你的人，最后一定会被卖。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要的不是换一个新皇帝。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反抗结局都一样，赶走一个皇帝，又拥立一个新皇帝。这一次不能再这样，我们要的是一个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在桌子上替我们决定命运的未来。到那一天，香港人和中国内地人一定能一起推翻中共专制暴政，香港会变回那个曾经的香港，一个繁荣、自由、法治的香港。而中国内地第一次会成为一片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土地，那一天一定会到来。